苏兄运筹帷幄，张某佩服。小事，来，快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把这门打开。我来。让开！你们竟然活着来这里了！我们到底该怎么称呼你？女店主、魔家娘子，还是猎宝人？哼，将死之人，叫我什么都是遗言，我不计较。娘子，玩土罗刀子你输了，可得认账。你我何时洞房花烛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占我便宜？山人，你怎么也和他们一道？这荒野逆旅出了人命，成了是非之地。你一个世外之人，为何不走？站在你面前的并非山人，而是本县县尉。你是官，还是县尉？我真傻，竟因为你，没要了这些人的命。怎么，我们还得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？你们住我的店，喝我的酒，吃我的菜，我想要你们的命难吗？你这个小丫头，算是走过江湖。你用永安丹试了水，试了酒。等一等，可倘若我在你们吃的菜食里面下毒，你试得出来吗？有点本事啊！连我们用了永安丹你都知道。你们住的那2间上房，只要睡上1晚，明早一醒来，你们都会变成瞎子。再高的武艺，我取你们性命有何难？哼，摩罗香，闻上1晚就害人瞎眼，你也太阴损了吧！这么说，你安排我睡柴房，我还得谢谢你啊！我想取他们的狗命，易如反掌，都是因为你。你来了，我舍不得你死，才敢用土罗刀子，想吓跑所有人。哎，我说啊，江县尉，你一进店，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，他看上你了。你若不是县尉，8成他要招赘你做他魔家店的男主人呢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的声音也好听，如同仙人一般。花痴啊！你真是县尉？正是。深县县尉姜威问讯于你，深县工匠34人，现在何处？看来真是。你几岁了？回答我！工匠何在？可安否？你有23吗？倘若我阿爹还活着，今年就应该是这个年龄。小时候我问他，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？他说，最想当县尉，捕贼之官最为威风。你在上面的荒野见逆旅，是因为你们发现了这沉于地下的金刚寺。
所图是魔石大师的舍利吧？你还真是博学呀，又被你说中了。猎宝人，拿人钱财替人寻宝，只是这次费了点功夫，耽误了半年。你们这些猎宝人跟盗贼有何区别？你阿弟就算不死，也会受你的牵连，无法考取功名，更无法当上县尉。你以为我们想做猎宝人吗？想当年，我爹还是游击将军，却无端遭人陷害，要被满门抄斩。若不是及时逃跑，我和我阿爹的命早就没了。只可惜，我的阿弟，这些狗官，竟把一个11岁的孩子自天后晚年，朝廷动荡，告密盛行，就连边陲军中亦不能幸免。我能看出，诸位应该都是军中的老人儿。如今，新天子已登基，大赦天下，你们为何不设法鸣冤，还自己清白之身？来不及了，杀过的人太多，清白不了了。谁要什么清白之身？跟着猎宝祖师攒下来的金典银艇都快堆成山了。我们这些当官的，哪个敢说比我们更有钱？诸位，都怪那假冒山人的县尉长得像我阿弟，我才没在上面要了他们的命。现在只能麻烦大家一起动手了。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在此。各位老兄弟，阶层效力于军中，但凡手上没命案者，可缴械投降，我必倾力保其周全。嫡公弟子苏无名愿做保人。姓卢的，姓苏的，既然你们抢着送死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卢凌风，降者不杀，速战速决。这个女的交给我。找到了！我终于找到了！终于找到了！女儿，兄弟们，祖师救命啊！祖师救我们！女儿，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能发善心，怎么就记不住？亏我好心赠你御寒冬衣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老人家，要不送您件衣服？得嘞。你的言行已经玷污了魔石大师易经辩经化道成佛的圣地。魔石？老和尚确实了不起，舌头化成了舍利。你可知这一小块雇主出了多少钱？你也曾是游击将军，怎么会被利益驱使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与你何干？祠堂里的粟特商人，是你杀的吧？我想吃栗子了，去镇上买，回来发现院门上系了红绸子，知道住进不少人，就只能走房顶了。我且问你，营造客栈的深县工匠，如今何处？工匠，他们给我造了客栈，我给他们选了一块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长眠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你把他们都杀了，那可是34条性命。比起我费尽千辛万苦寻得金刚寺遗址相比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老贼，杀人如麻，罪大恶极。二位兄弟，随我拿下！好。老费，你可认得这凶手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不是博学吗？成天看那些志怪笔记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啊。这里在地下，莫非什么？莫非是传说中的符术？地下有3大凶手，一为网相，二为搏击，三为符术。这符术长得似猪非猪，似羊非羊，最爱吃死人的脑嘴。可有降服此兽的奇招？再拖下去，恐怕来不及了。及时攻！看我干什么？我又没办法。我现在身上也没胡椒，再说了，就算有也不一定管用啊。地下凶手，师兄，你在想什么？松柏，松柏，你想想，下葬的时候，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坟地选在有松柏的地方？就是为了克此凶手。哎，对，试一试。樱桃，去砍那柏木，削的锋利些。
恶！竟害我宝树的性命！你专干丧尽天良之事，眼里竟然还有性命！当了一辈子的猎宝人，被同道中人尊称为祖师，没想到竟折在你们这些小辈手里。得了吧，还祖师呢，连邢九珠你都认不出来。邢九珠？哎，不知道了吧？我说说你听听，世上有9大奇珠，它们是济世珠、碧晨珠、上青珠、青泥珠、聚宝珠、萧省珠、蛇珠、魅珠、邢九珠。嘿嘿，你们宫的那个白眉神手上拿着的一颗，就是散发着茶味儿的邢九珠，不知道了吧？怎么回事？仙人原来所持的护佑珠遗失了，后来我们在塔中随便找到一颗珠子，就给安上了，谁也没当回事啊，爹。哎，你不是当过游击将军吗？何谈一辈子猎宝？我生于猎宝之家，游击将军是我花钱买的，后来要被满门抄斩，那是因为我劫下了康国的贡品。女店主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是，前些年朝廷确实混乱，但在此事上并没有冤枉他。你阿弟之死，也是他造成的。还有，各位军中的老人儿，想必是受他蛊惑，走向邪道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大不了我们一起死呀！你老了，下一代猎宝祖师会是我。爹，手上拿着宝物！呀！你个假县尉，还是留点力气想想怎么逃吧。卢县尉，年纪轻轻，武艺了得，我很佩服。但是你累了，更何况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招式。此时此刻的你想要赢我，那就是自不量力。我就不取你性命了。诸位，后会有期。
爹，爹！深县县尉姜维问讯于你，工匠34人，尸体何处？后山林中。报上姓名，及地，自负双手，随本县尉归案。若有反抗，杀无赦。山人就不费你心力了。你真的很像我阿弟。这深沟应是地裂所致，深不见底啊！这女店主，哎，老费，你那匹马应也是葬身在这沟底了。此女子也是个可怜之人。这个时候怜香惜玉，即便真诚，也还不如不说呢。咱们还是赶紧回上面吧，我好给你治伤。快，走。哎，你们两个，过来，帮忙，把他抬上去。小心！你们为什么刺杀卢凌风？何人指使？龙大侠！老飞，救人呐！樱桃伤得不重，及时宫说养几天就能痊愈。龙太伤得过重，不知是否能保住性命。苏明，你在那2个人身上搜出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搜了那么久，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我理应知情。是啊，义兄，你就告诉他吧。这是从贾不离身上搜出的金饼，这是从蓝橘子身上搜出的文书。这金饼啊，和这个文书上的这个定金正好相符。我想啊，这2个人应该是猎命郎君。什么是猎命郎君？就是收钱替别人要仇家性命的那些人。可我并无仇家。也许那2人认错人了。这信笺可不是常人用的。这信笺乃东宫专用。现如今，新天子已登基，之前东宫之物就有可能流落民间，被心怀叵测的人所盗用。
你别多想啊。他想杀我，为何不直接降职？去，让他自己静一会儿吧。被害工匠的尸体，均已在后山找到了，这桩案子也算结了。还要多谢苏兄和卢县尉的鼎力相助。客气的话就不说了。快点儿，听话。哎呀，江县尉，这个是那个所谓什么猎宝祖师的驴，就拴在后边树林里。我的马呢，摔死了。你看能不能？好，我做主，送你了。哎，谢谢。还要多谢费神医为我治伤啊。哎呀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咱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！嘿嘿嘿嘿嘿。在这荒野逆旅，有幸与诸位结识，深感荣幸。卢兄虽被贬云顶，但我相信，终有拨云见日之时。苏兄亦然。我江某在深县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。来，我敬大家。卢兄，江某还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卢兄既往云顶，必路过韩州，可否将此舍利交由韩州惠安寺，使魔石大师的舍利合二为一？你们范阳卢氏那都是谦君子，重信守诺。人家江县尉是信任你们范阳卢氏，所以才有此重托。正是。既如此，卢某必欲成此事。多谢。你们慢喝，我去给龙太送饭。这个龙太怎么办？那日情急之下，我喊了他一声大侠，但现在也不后悔。他确实是个好人。今日来，本应将其提走，可又下了雪，路滑。明日一早，我给大家送行之际，再来提他也不迟。啊，没事儿，反正他捆着呢，跑不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敬江县尉。来。怎么回事？哎对啊，那个贾县尉太可恶了！我好心给他换药，他挣脱了绑绳，把我捆上了，他跑了。
老费，昨天被捆了一宿，怎么如此高兴啊？啊，我被救了，当然高兴了。嘿嘿嘿。费英俊，大唐云顶即任县尉卢凌风问讯于你，龙泰可是你放的？搞这么一本正经干什么？我看你们俩加上姜维都有这个意思，一个个在这儿装模作样，也难怪，你们是仕途在身，身不由己，不像我老费，胸中只有市井，荒野纵横。今由我把龙泰放了，最合适不过。这么快就承认了？这也不是公堂，就是我放的，你还能对我用刑啊？来，把我捆了。哼，那龙泰身手不错，且有正气，愿他日后能走正道，化道为侠。费英俊，前大理寺代少卿苏明问讯于你，那醒酒珠是不是在你身上？在。为何不上交？那又不是我偷的，是我在给那个米陀验尸的时候偶然所得。嘿嘿，再说了，若是上交，一层层往上，不定落在哪个贪官污吏手上呢。还不如我老费拿着呢。嘿嘿嘿。义兄，这醒酒珠是无主之物，且姬师公嗜酒如命，这宝物跟着他也算是物尽其用。说得好，喜君说的有理，这下费叔再也不会醉酒误事了。没错，哎，这话说的，我什么时候误过事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我的枪就是被你输的。不就那一次吗？你这范阳鲁氏大将军，心眼不要那么小啊！老拿我这点事儿说事。走。放心，我们兄弟二人是最好的猎命郎君，从未失手。文书我看完了，若不取回卢凌风的性命，便送上我二人的脑袋。不会真有这种人吧？什么人啊？师父跟我说过，世上有一种所谓修仙者，通神行之术，可以行走如飞。其中特别提到，以某种技法，疏通体内的脉络和血气，便可达到身轻如燕的效果，即所谓朝发夕至。若暂卸膝盖骨，则可日行800。卸掉膝盖还能走路啊？是啊，一个人通过练习跑得快倒是有可能，若是卸掉膝盖后日行800，不信。樱桃，尊师虽教你一身武艺，但这种说法确实荒诞。你说呢，老费？
我感觉主要是疼。谁说不疼啊？要是有别的办法，我又怎会这样？你是有病吧？啊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可以给你医治啊。不用，不用。玉帝之病不是凡医可治。嘿，你叫玉帝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？你用这个名字，你不怕天上打雷呀？我叫的是郁闷的郁，阿弟的弟，和天上那位同音不同字。啊，哈哈，是这个，哎，你到底是什么病啊？就是啊，你说出来。废叔可不是凡医，是神医。算了算了，不添麻烦了，老先生。哦，老神医，多谢了。你这个人还蛮客气的吧？我看你也没有马，要不跟我们？不必，不必。再说，也不一定顺路。各位好走。好了，不打搅人家了，赶路要紧。走。哎，我这。大河滔滔，比书中记载似要宽好多倍啊！天色还早，怎么没个渡船？顺着河道走，找到官家渡口，自会有渡船。说得对，大河一般都官船摆渡，大的渡口一般都设有金令。既是官家渡口，想必是有酒喝的。你就知道喝，那怎么着？我还得让那个金令给你炖2只鸡啊！最好不过了。你是金族？正是。起来答话。官船从对岸回来还得1个时辰，天已经快黑了，不想晚间乘船，可先住下，等明早再走。着急的话，也没办法。唉，私家民船不可渡河。为何？前隋炀帝时，洪水肆虐，河面比6朝时宽了至少3倍，深度更是莫测。尤其是那河心窝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，多葬身其中。想死就去找民船。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？漩涡就在河心，有人说是水急风高所致，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手作祟。不管是水急风大还是凶兽作祟，我问你，官船为何就更安全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的凶兽，可有人见过？我没见过，全当我胡说。诸位要是不信，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。若在此等官船，需要卖掉马匹、牲口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何？官船渡人不渡马，
其他牲口更不行，还更不行。哎，我这驴跑的也不比马慢呐，而且还是神县县尉所赠，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？渡人，凶兽不一定来扰。若船上有马匹、牲口，那可就跑不了了。凶兽爱吃牲口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？附近的渔民船家，谁家没有衣冠冢？哪月不沉几条船？对了，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，不登官船，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。行吧，行吧，等会儿就等会儿。哎，那儿正好有卖酒的，嘿嘿。买酒之前先去卖马，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。马匹不能渡河，这是老规矩吗？老规矩啊，少说也有20年呐。怎么，不舍得卖啊？我给的价可不低啊。哎，那我们渡了河，到了对岸，那马容易买到吗？容易，这码头上都有卖的，不耽误赶路。哦。掌柜的啊！掌柜的，这有头驴，大概能出好几10斤好肉呢。好啊！啊！你们买我的驴就为杀了吃肉啊？哎，那既然卖了，怎么处置你管得着吗？那不然你自己骑着，100里之外有渡口摆渡牲口。走。快，来几坛好酒！干什么呀？你嚷嚷什么呀？酒没有，不托3文钱1碗，加汤1文。哎，没酒你挂什么酒幌子呀？不托你要不要？不要记我了。伙计，你的酒馆里为何没有酒？就是卖没了。掌柜的上货去了，明天才能回来。你看，老飞，让你的酒虫忍一忍，先填饱肚子吧。5碗博托。5碗博托。先前的大河没有现在这么宽啊。这些陡峭的怪石，如今应是都沉入河底了。若是如此，这千重渡还真非同寻常。我怎么看着那个人身形那么熟悉呢？老费，你去看看。真是你啊，玉帝！这，就算我们问路卖马耽误了些时候，你也不能在我们前面呢。20多里路呢，就凭2条腿，莫非你真是日行800里？我只是侥幸走了近道而已。啊，哈哈哈哈！各位也要渡河？是啊，还在那儿呢。哦，石头饼都给您烤好了，您看够不够？够了，帮我装好。哎，多谢。这玩意儿好吃吗？给您一张尝尝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就多谢了。
这饼还挺好吃。好吃。店家，拿酒来。没有。吾乃监察御史，买你的酒喝，你怎敢说没有？没有就是没有。博托3文钱一碗，加汤1文钱。你要是不买的话，我就熄火了。那就来碗博托，快上！监察御史，别又是个假的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是吓唬谁呢？我是看你这鼻青脸肿，也没带着随从，他就不像一个监察御史吗？前方路过一个雪窝子，雪厚路滑，随从不慎跌入谷底，摔死了。我也受了伤，如此而已。莫非你也去了那魔家店？正是，那荒野逆旅很是可疑。本官急着赶路，无暇细查。伙计，给些水喝。伙计，给我也来碗水。这什么水？又苦又涩。大河之水就是这个味道。你要是不爱喝的话，可以不喝。岂有此理！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，我们这儿就只有这种水。不过，博托汤的味道倒是好一些，所以加汤才要收钱呢。你。这么难喝的水，你居然……我觉得尚可呀。回来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有酒你不卖？这是一坛陈年老酒。陈年老酒？是掌柜自己留着用的，不让卖。那不让卖你还偷喝？你给我！不给。费叔，你先回去坐。你先回去坐。阿兄。你喊我什么？阿兄啊！从刚才一进门，我就觉得你长得好像我家阿兄。你说真的？哎呀，硬的，真有你的！伙计，把这收拾了啊！好嘞。哎，伙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本店就剩这么一坛老酒，已经被这几位客爷买走了。您要是想喝的话，除非他们请您喝。你不是说没酒了吗？怎么又要打人呢？哈哈，好酒啊！诸位，我手中这马鞭，请诸位过目。若是觉得还算得上是宝物的话，就允我一杯酒，可否？马鞭能算什么宝物？哎，那要看是谁的马鞭。
我的祖上曾在淝水之战中，率8万北府兵，一举歼灭了苻坚的90万大军。这马鞭当年为苻坚所持，终为我祖上所缴获。苻坚的马鞭，可算宝物。御史是谢玄将军的后人。没错，我乃陈俊谢念祖，受朝廷之命，西域巡边，途经于此。哦，来，你的马鞭我能看看吗？东海永固，苻坚自永固，袭封东海王。这刻的字儿倒是对上了。嗨，字对上就能说明他是六朝之物啊！不信？你凡夫俗子，不宜前手。你3番2次挑衅，你是何用意？六朝名士之风，将作匡大之妻。我不与你计较，我只与尔等同桌饮酒，不计较，不计较，不计较。哎，你得了吧你！我是知道住在乌衣巷的王谢世家，但那是六朝的事。现在这旧时高门，谁还认得？没错，按今之流俗，世人所推，没有我乌衣子弟。但那崔卢、李正4姓多平庸之辈，靠门阀入仕，无军功而晋升，却言养自高，不与他姓通婚。虽偶有通婚，也是多所嫁财。这些人岂能入我魏晋旧门的眼中？这事儿你能忍？御史是吧？这碗酒啊，敬御史祖上谢玄谢车骑，在淝水一战成名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否则我等皆沦为异族奴隶。敬我祖上，多谢。御史刚才所说的一番话，并不是全无道理，但是4姓中也有国家栋梁、见危受命者。御史一概而论，恐怕不妥吧？没错，我们这儿就有一位。兄台莫非在这4姓之中？哼！我看你眼熟，我们定是在长安见过。你确实记错了。我的这碗酒，敬谢安谢太傅，既建立了不朽的功业，又保持了名士的风度。人生完美如此，华夏有史以来唯此一人矣。要敬，要敬。这碗酒，我敬陈俊谢氏，敬那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。遥想夫人当年神情散朗，雅致飘逸，真的有竹林之风。那是，那是。就请御史替夫人满饮此杯。御史以祖辈为光荣，说明骨子里有极强的荣誉感。此番前往西域，一路辛劳，随从不幸丢了性命，御史却能马不停蹄。我相信到了西域，定会忘却疲惫，兢兢业业，细致考察当地的官员和将领，彰显我大唐御史慧眼如炬的神威。想不到在这千重渡，我谢某竟遇知己，多谢。好酒，沁人心脾的，非这陈酿的甘美，而是小姐的祝愿。伙计，人在呢。这些吃喝，都由我来请。
啊！哎，这不合适吧？兄台这是看不起我。嗨，不过是几碗薄托，一坛子酒而已，不值几个钱。那个王谢世家，他虽已衰落，但是风骨犹存，很有气魄嘛。这真的不需要。伙计，结账。官船虽已返回，可太晚了，不如明日再走吧。那怎么行？重任在身，耽搁不得。哎呀，河心窝凶险，万一谢某入世之日，即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你这老金族何须废话呀？哎呀，那行吧，执意夜间渡河，出了事可不能怪我。请吧。这是干什么？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，留作抵当。您只要写下姓名、官职、营生即可。真是麻烦。抬上来，抬上来！哎，抬上来，抬上来！好，放入底舱。诸位，在下乌平，专管这条官家渡船。夜间风大，还请诸位进舱内休息。船上备好了干净的水，与码头上那些苦涩之水截然不同。啊，有水喝啊！真有飞哥！哎，你上去做什么？不怕颠簸把你甩到河里？不怕，我喜风凉。再说我东西多，也怕妨碍各位贵客。巧了，我也喜风凉。哎，真是一艘好船，居然跟书中描述的有几分相像。书？哪卷书啊？哦，今夜月明星稀，天气也好，你看，月亮多亮。我上次去，已是500年前。你去过哪儿？月亮？那是前尘往事。好，你跟我说说，那月亮上到底有什么？哎，别告诉我是吴刚在砍树啊！月亮是由7宝合成，有的地方极明亮，那是日头照到它的突出部所致。只是月亮也需修整，每年至少8万人才能干活。说疯话呢吧？老先生全当我说疯话就好。得，我还是下去吧。我跟你在一块儿了，我瘆得慌。开船了！哎，确实甘甜，虽不如酒，但是比渡口那个水可好喝多了。哎，诸位，谢某性子急，待会儿下船就直接买马，然后连夜向西，就此跟诸位先行告别了。小姐一句
慧眼如炬的神威，谢某身为监察御史，定牢记于心。谢御史客气了。可惜没有酒啊，举酒道别，才有那个劲儿嘛。以水代酒又何妨？能相逢在这大河之上，也是缘分。来，我们共饮此杯。说得好，喝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嘿嘿，来。河心窝快到了，诸位坐稳扶好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河心窝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水，这水应无事，我用永安丹试过了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怎么也……酒，细菌没喝酒，应该是酒的问题。酒。少金令，那个穷酸没喝酒，把他枉了。枉我？把那个监察御史抬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心，先不会宰你的。我喜欢这个，美人儿，我娶你吧，一辈子我都做你的阿兄。别着急呀，你就老老实实的睡会儿吧。这个没喝酒的，待会儿就归你们了。谢谢少金令。看这肥瘦，最多出3-50斤好肉，还不够我的鱼塞牙缝的呢。住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啊！尔等假借官传之名，做此等谋财害命之事。谋财？少令爷，我可看不上钱，今天非得宰了你们，不能怪我，只能怪他。谁叫他是监察御史呢？可你为何没被我的迷倒呢？谢君，邢教主，先救陆凌风。鲁莽，乃新任云顶县尉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？看来今天只能先宰他喂鱼了。他比较壮实，能多出几斤好肉。杀！还不想？想？本少金令就没有学过这个字儿。前方就是河心窝，你们就等着死吧！
走！陆县尉，快把我放出来！老弟，这是在哪儿啊？大河之上。怎么回事？谢某何故如此衣冠不整？这还是我帮你穿上的。关平尚在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就睡着了呢？还睡着了？你是让人迷翻了！大家小心！何心我。陈郡谢念祖监察御史，西域巡边。玉帝重返天庭。这怎么还有一个？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比天庭可凶险多了！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是，蠢夫都跑了，这样下去，我们恐要葬身大河了。都回来了。是，一个都不少。那怕什么？那几个人不被甩到河心窝里，也得喂鱼。爹，他们有些本事，我的迷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。天下之大，有点本事的人不少，不过总都得死。待风平浪静，大河之上寻船去便是。对了，那船上有个疯子，还自称玉帝，
义兄，你重伤未愈，要不先歇歇吧？伤口有点疼。哎，领导，你的伤也才好，不行就歇会儿吧。皮糙肉厚，本就无事。苏无名，你别逞强了，快去歇着。这船好像稳了，咱们是不是已经驶离核心窝了？现在方向正好，漫长的旅行已经开始。漫长的旅行，既然已经驶离了核心窝，那到达对岸1个时辰还不够吧？你还愣在这干嘛呀？赶快上去，调整帆的方向，速速靠岸，我还要赶路呢。急什么呀？你我既然先前并不相识，如今同船共度，这景象，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熟悉？你不觉得自己怪？发此问者，无知。我叫玉帝，郁闷的郁，阿弟的弟，叫此名字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前尘时，我就是玉帝，天庭之主。完了，疯了，疯了！刚上船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去过月亮。那年，天庭走失了白雀，它是只神鸟。且是祥瑞，得知可成大事，我下令彻查，才知白雀已经下凡，被渔阳俗子张坚所得。我便乘龙车降临人间，欲捉回白雀。不料那张坚诡计多端，假意热情款待，和白雀一起将我灌醉。到了我的龙车，直飞上天庭，假冒我的身份更换了百官。从此他张坚成了新玉帝，而我只能流落人间。这玉帝啊，你这待我等脱困的，他不会是个疯子吧？我说玉帝啊，照你这么说，那白雀很让人怀疑呀。你也这么看？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，有2处漏洞。一呢，你失去龙车就没办法回天庭，这说明你这个玉帝本领不太大呀。2，那张坚登天以后，顺利的就更换了百官，那说明百官似乎没见过你玉帝的真容啊。嘿嘿，没错，这2个漏洞你怎么解释啊？那都是前尘往事，我哪还记得那么清楚？哎呀，莫要再胡言乱语了，赶快想个法子，尽快驱船到达对岸吧，好吗？你这个急脾气的监察御史，也该倒了吧？
还有你们。这艘大船终于是我的了！我的乘次大船顺流而下，直入大海，扬帆远航，遍至天河！天河与海通。近时有人居海主者，年年8月有浮茶，去来不失期。人有其志，立飞阁于茶上，多积粮，乘茶而去。这是六朝章华《博物志》中的记载，看来玉帝对这本书也是烂熟于心啊！你若不是装作被你的迷香迷翻，还不知道你竟妄想夺取大船，妄图驶向天河，你这个疯子！可是，我所用之迷香乃是老恩师所授，很灵验的呀。你那个老恩师，也是个在山里修行的疯子吧？跟我这个老神医比，他能比吗？我打过鱼，诸位若信我，随我统治底层奋力滑翔，定可脱险。好，御师起来！此人多少有些怪，不得不防啊！还请御师协助苏无名一探究竟。你是苏无名啊？他是陆流风啊！难怪我一见面就觉得二位眼熟。我在参天楼的时候啊，见过二位，那会儿我站得远。行了，别寒暄了。行，我全听二位的。能飞，明白。不就是迷魂散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老费在长安鬼市混了几十年，我要没点破解迷药的办法，我还能活到今天吗？啊！你带我们划出核心窝，逃过一劫，我本对你心存感激。可你却走火入魔。你还真觉得能驾船入海，直入天河吗？此我所愿也。可惜重返天庭之时，被尔等所误。《博物志》中确实记载大海与天河相连，可那不过是志怪之书，所记不过是神话传说罢了。怎么，你居然当真了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有没有践行过？如何知道是假的？那我问你，为何要在这千重渡上船呢？千重渡啊？那是隋朝时才改的名。此渡口本名仙人渡，书上说欲出海直达天河，必须从这里上船。哎呀，那这么说，你读过的书比我还杂呀？只是，你如何知道我要夺船？你那放血之法，一看就是邪术。不过那石头饼确实是好东西，可百日不腐。可这一路上既有官家驿馆，又有私人逆旅，你一个旅人需要买那么多石头饼吗？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确实有点本领。
我们相遇的地方到渡口，少说也得20余里吧。我们骑马你跑着，你居然先到了，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，又吃完了一碗薄托，你是跑得真快啊！让你最终露馅儿的，其实是上船之时。真有飞阁！立飞阁于茶上，多积粮。这船上刚好建有阁楼，你是觉得天意助你夺船出海？我是不信这个传说，但驾着船能直上云霄，故事倒着实奇诡美丽。是啊，太美了。可惜被你们搅了。我本不想杀人，但我不会让重回天庭成为泡影。当玉帝的凡人，只能去死了。当玉帝的凡人，只能去死了。如来宝！回舱里去，小心伤着。哎！哎！哎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？没人出去帮忙吗？我们若是帮忙，岂不是给玉帝脸了？哎，你还真是急脾气。完了事儿，卢县尉自会叫我们。御史，来，过来喝水。来，御史放心，没事的。行了，出来吧。这也太快了吧，水还没喝完呢。哎呀，早知道你是个疯子，卢凌风就不应该把你从网里救出来。要不是我，船早都翻了，你们都得葬身河底。嘿，他，谢御史，您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？哎，苏兄、卢兄，二位在京师赫赫有名，全听二位的。那不行啊，苏明如今啥也不是，白衣之身啊。罗某也只是云顶县尉，赴任途中不可跨境办案。此人在河上欲夺船行凶，该怎么处置，还得御史定夺。待大船靠岸，送至当地官府，必是死罪。只是。
是什么东西？祖明，他问你的，我也没见过呀。传说中，陆地上有4不像，这水中有一种凶兽叫5不像。我看它的爪子像巨蟹，还有触角。水中之物为何会有翅膀啊？它有蝎子一样的尾巴。破者，鲨头、蝎尾、蟹爪、章鱼触角、蝙蝠翅膀。我想起来了，这就是书中所记5不像。破者，你这时候想起来它叫啥有什么用？它是要吃人的。宰驴应该就是为了喂它的，快点吧！奶奶的！救我！哎呀，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，这地域图上标注。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！我需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，西行上任不能再耽搁了。他们第一个要杀的，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巡边的御史啊。对呀，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，留作抵当。您只要写下姓名、官职、营生即可。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呐。没错，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，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，才险些命丧大河。对了，我听您说，前2任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，不会是？有何不会？我看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了。这要说呢，
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。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古怪，比如渡船不渡马，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。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？哎呀，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，说这么多都没有用。哎，非也，既有诸多可疑之处，焉有失察之理啊？如此甚好，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，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。借兵？御史，请看，从这里下船，到这个何塞守捉城不足20里，请御史亲往，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。这个事儿，他别人去不好使啊。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，要耽搁多少功夫啊？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，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，他定起疑心呢。谢御史说的对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快。哎呀，我区20里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。我可不是想跑啊！我这条命是被你们救回来的。世上无神仙，只有神仙心肠的诸君。玉帝这是幡然悔悟了。被挂在那船帮上，我仿佛已经历了一轮生死。之前臆想，竟因少时多灾，九死一生而至。如今悔不当初啊！可惜你跑这一趟，守捉使怎会信你？这我当然知道，我可背上谢御史。背上他，你还跑得动吗？有何不可？我在山间练脚力，背的都是100余斤的巨石。谢兄现在还信任此人吗？我的祖上有功于社稷，造福的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？经历此劫，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，我信得过他。老金亮，先叫唤什么？回来了，船回来了。爹，我还没有派人去巡船呢。我也没有。何人驾船而来？不知道，不过船头好像站了一个人。老金族年纪虽大，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。没错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今日他们就得到了5匹马，而且轻而易举。这日积月累的，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？造反！卢县尉，你觉得？为社稷安危，必毁千重渡。爹，那个家伙好厉害，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
我弓箭。你老了，力道不够了。尔等听着，我乃新任韩州云顶县尉卢凌风，缴械投降者，从轻发落。柱子，好大的口气！杀了他！真有风险，宗明，不会又让你猜对了吧？加把劲儿吧，方向没问题，很快就能靠岸了。上！加把劲儿！马上就能靠岸了！别放开啊！义兄，你们就放心让卢凌风一个人啊？樱桃，要不辛苦你上去帮帮卢凌风？上船抓人！你这般武艺哪儿学的？太稀松了吧？还想做我阿兄？你配吗？我插死你！老君，请看。尽数拿下！谢御史真是急脾气啊！你不等审完罪犯再走吗？我虽为巡边御史，但是审讯罪犯不行。苏卢二兄皆为县尉，又在大理寺做过少卿，那自是行家。这是谢某的亲笔，作为朝廷的巡边御史，我允许卢兄审理此案。经此磨难，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，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，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。有了此信，卢兄方可相机而行，破获诡案，击杀贼寇，直至云顶。哎，老谢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还真有，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。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，与苏兄同为嫡公弟子，信得过。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。多谢谢御史。谢兄啊，你真的要带玉帝走？那是，搬兵的路上
已经谈妥。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？不怕，玉帝执念已消。这么有把握？不然的话，在搬兵的路上，他就可以把我扔下，自己跑了呀。有道理啊。这个人呢是个奇人，他跑得比马快。此番西行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，未来谢某建功立业之际，也不会亏待了他。哎呀，如此甚好。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，可喜可贺。大胆老贼！这名册之上，共有5位监察御史被勾，可是被你等谋杀。要杀就杀，啰嗦什么？既如此，我只好先斩后奏了。来吧。爹，慢着！莫杀花儿，我说，爹，我曾犯死罪，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，让我戴罪立功。可惜，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，却被诬陷下狱，含冤而死。你知道是谁诬陷他谋反吗？就是一个监察御史，小小官吏，3言2语便置忠臣2将于死地，可恨呐！你是黑齿长枝的部下，正是。燕国公确实死得冤，闻其事者，无不扼腕。但那是天后之时的事，朝廷也已为其平反。闭嘴！我今日杀了你，明日为你平反，可乎？燕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，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。你在这儿信口雌黄，是想借燕国公之冤，为自己减轻罪名吗？你可知我当年为何犯死罪呀？谋杀监察御史。对呀，那又如何？我曾祖父就是千重都的禁令，我祖父、我爹曾经也是，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，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，他就上书朝廷，关闭了千重都，结果我爹就当不成禁令，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，他活该。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千重度，可是因为何心窝。是又怎么样？你这小女子怎知陈年旧事？诸位是不是还记得，他曾说过，前隋炀帝时湖水肆虐，河面比6朝时宽了至少3倍，深度更是莫测。卢县尉，请看这幅古画，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，河心窝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。水中漩涡多种多样，江河水道在急拐弯处最易出现。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，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，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。被迫退回来的河水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，再次冲向这些怪石，可还是被挡了回来。如此这样，进而又退，退而又去，
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，形成漩涡。哎呀，喜鹊，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，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，真是让人佩服。河心窝乃涨水所致，但那河中巨兽，可是你所养？是又怎样？我第一次遇见他时，他身长不过1丈。不对呀，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，竟然能活着回来。如此说来，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洞的监察御史，才真是慧眼如炬。可惜，被你谋害。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，我杀他无悔。报！卢县尉已查到私藏马匹共1052匹，同时捕贼727人，弓箭、刀枪、唐槊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。这是明细，请您查阅。这是什么？儿童隶属什么组织？谋反，属何人之实？你少吓唬我爹，我爹是不会回答的。要杀就杀我吧，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。会主。疼死我了！这马再快也没有我那匹老驴骑着舒服啊！韩州已遥遥在望，云顶也快了吧？云顶虽属韩州管辖，但在最西边，离韩州城远着呢。哎呀，这人生的事啊，没有一件是不难的，哪怕是只想喝一口云顶的酒。我们已在戈壁上走了好久，再往前亦是大漠，恐怕再也看不见青山绿树了吧？那倒未必，就在韩州城外有一座太阴山，号称是人间月色最美的地方。那里峰峦叠翠，绿树成荫，且四季如春。那在山中漫步，据说如江南四巴蜀。竟有这样的好地方，那一定要去看看。我听师傅说，江湖上有个特别的组织，好像叫太阴会，是不是就跟太阴山有关？这是一桩陈年旧事了。100年前，我大唐开国之初，西北有一个枭雄叫段轨，受韩州6姓豪族的支持，割据称王，后被我太宗文皇帝所灭。那武艺高强的段轨，激战中失去了右臂，仍能用左手持刀杀我大将数名，最后登楼自焚而死。你说的那个太阴会，就是段轨的后人组织起来的。会众皆崇尚月光，他们说我大唐为土德，并崇尚日光，正是月光之敌，用此妖言控制会众，与朝廷作对。哎呀，要我说，这什么太阴山，咱就别去了吧。万一碰到什么歪门邪道的人，咱可就危险了。
不会了。天后时，恩师多次上书，朝廷已经派兵把他们都清剿干净了。哦，等一等，啊，传说中的断轨，骑的可是犀牛，是不是犀牛？我记不清了。没错，就是犀牛。书中记载，那犀牛头生三角，锯齿锋利，可冲破千军万马。你是说千重渡那帮贼人肩膀上所刺的就是三角犀牛？而且那个少金令，他曾扬言说：“要杀就杀我吧，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。”会主，犀牛。罗凌风，你是怀疑那些人是太阴会的余孽？廖刺史，今日礼佛已有1个时辰，可到禅房喝茶了。请。法师，此番廖某来寺院，并不仅仅因为3日一礼佛的习惯，还有件事想跟法师商量。廖刺史，请讲。最近的杭州虽看上去平安无事，但暗流涌动，盗窃、凶杀等案频有发生，马蒙这位司法参军都忙不过来了。这个时候，魔石大师的舍利仍放在寺院就不安全了，这可送到公廨存放。哎，大师，法师，你不是要请我去禅房喝茶吗？远和，送客。是，法师。法师。舍利的事情可不是儿戏。如今太阴会死灰复燃，聚集大量会众图谋不轨，我怕他们觊